紫妍嘿嘿一笑，冲着萧炎扮了个鬼脸。你怎么在这里？萧炎道：我逃出来的，知道你要来参加单会，就来这里等你啦。眯了眯眼，紫妍笑道，随后更是抓着萧炎的衣袖，眼睛水汪汪的道：我好可怜啊，离开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好吃的药丸了，每天还要被那些可恶的家伙灌一些难吃的要死的恶心东西。是的，你没想错，实际上是因为紫妍觉得这段时间她的生活跟以前在萧炎身边比起来简直就是地狱生活，所以一有机会她就赶紧找机会溜了。紫妍的性子，萧炎哪里有不明白的？紫妍的族人们怕是被冤枉死了。看着妮子比起当年离开时要好上许多倍的样子就知道了。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那体型壮硕的大汉有些不耐烦地回头望着两人道：聊完没啊，小姑奶奶，这家伙可不好对付啊。紫妍撇了撇嘴道：大个子，你不要急啊，去打他，将他收拾了，你的任务就差不多结束了。大个子很是无奈的道：你倒是看得起我，我能阻下他已经很不错了，若非是因为我体质缘故，我可打不过他。萧炎看了看两人，笑了笑，抱拳客气地问道：这位朋友是？他叫熊战，我叫他大个子，是这万妖山脉的老大，这里的天才地宝全归他管。紫妍抢答道，语毕还舔了舔嘴唇。熊战一听这介绍，一看紫妍那动作，就又想起了那些被当零食吃掉的珍稀药材了，心中面条宽的血泪那是止不住的流啊。木谷老人听到这介绍，自然是不想招惹这凶兽的，但萧炎他绝不放过。可小祖宗下的令，熊战也不能不听啊。木谷老人见他执意要护着萧炎，当下也不想管那么多了，伴随着一声怒骂，就一拳朝熊战的脑袋砸了下去。熊战在这丹界横行了这么多年，就没受过这么多委屈，草药被啃的怨气就在这里一同宣泄了吧。只见熊战也是一拳狠狠地挥出，与那金层巨拳重重地碰撞在一起，可怕的劲气闪电般的爆掠而出。萧炎下意识一把将紫妍抱进怀中，身形一动便是跃上天际。紫妍也很配合地将腿盘在其腰上，低头看了看熊战二人造成的破坏，萧炎感叹道：这熊战实力真强，哪里是宋清所说的半只脚踏入斗尊，看这模样他恐怕早就是进入斗尊阶别了。萧炎怀中的紫妍插嘴道：大个子几年前就彻底进入斗尊了。萧炎一听，彻底给宋清打上了不靠谱的标签，好在没听宋清那家伙的煽动，按着先前的那些阵容去了也只是找死。萧炎在心里暗道。就在两人说话期间，木谷老人与熊战已经过了好几招，木谷老人不想再拖延了，直接使出了大招幽冥妖火壁，火壁所到之处空间直接崩溃。见此情况，熊战也不再保留，现出了真身，巨拳覆盖着深黄色的能量，与巨壁狠狠地撞击在一起。这一刹，山峦颤动，万兽颤抖。萧炎再次看清战场时，就见山峰上出现了一个足有100丈庞大的深渊巨坑，木谷老人悬浮在半空，气息不稳，熊战却是不见了踪影，就这么死在了巨坑里？怎么可能？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响起后，一巨塔从那深坑之中跳跃而出，落地的时候整座山峰都抖了抖。看清楚这头拥有着20米长的黑色巨尾，将近100米高大的巨熊后，萧炎立马就反应过来，这是远古龙熊。龙熊也号称9纹魔龙熊，其胸口处的银色毛纹是其实力的证明。当龙熊能够拥有9道龙纹时，其体内的龙之血脉就会彻底苏醒，只要成功蜕变，就会进化成为至尊龙熊。而熊战已经拥有了8道龙纹，没想到居然能够在这里看见一头龙熊，真是不可思议。萧炎惊叹道，怀中的紫妍却是微微撇嘴道：龙熊而已，只是因为一些龙之血脉才能强大。萧炎却是笑了笑道，能够拥有龙之血脉便足以证明他的强大了。血脉这种东西对魔兽太过重要，当初我初到中州时，差点被妖皇族的人寻出我那界里的妖皇血晶。听到这话，紫妍那挂着萧炎脖子的小手猛然一握，舌尖舔了舔樱唇道：天妖皇他们伤你了？那倒没，不过我把他们天妖皇的翅膀给炼化成了飞行斗技了，日后若是被认出来，那便是有些麻烦了。萧炎看着龙熊随口道。紫妍将小脑袋靠在萧炎的肩膀处，用仅有自己方才能够听到的声音轻声道：放心，他们敢来，便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萧炎并未听清紫妍在说什么，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斗尊的战场吸引了。其实真要论比斗的话，变身后的熊战不见得能够打败木谷老人，但熊战能够毫无顾忌的尽力而战，木谷老人却是不行。他还得为参加单会取得单会冠军，在伺机抢夺3000焰炎火做准备，所以他不可能真的跟熊战死磕硬拼。
但不来真格的他又不可能将熊战击败。木果老人几番斟酌后，才恨恨地一咬牙，冲着萧炎道：“我一定会回来的。”注：这个梗来自动画片《某羊羊与某太郎》。木果老人的身影消失后，冰冷的喝声透过空间响彻天际：“萧炎，将你的小命给本尊留着。”萧炎眯了眯眼，已经想好了要让这个老家伙怎么死了。见到木果老人离去，熊战冷哼了一声，就恢复了人形。萧炎也回到了地面，放下紫妍后，就冲着熊战拱手道谢。紫妍深知这熊战的脾性，没等他开口，就露出2颗小虎牙，对着熊战张牙舞爪的道：“喂，大个子，他可是我很亲近的人，叫你一声大哥，可是很看得起你了。而且他可是8品炼药师哦，到时候随便炼制1颗丹药赏给你，那你就捡了大便宜了。”8品炼药师，老熊有点心动。萧炎却是很坦白地表示，自己还差临门一脚，只要凑齐了东西，达到8品不是问题。只要自己进入了8品，熊战有需要的地方来寻他便可，只要是力所能及，必然会出手相助。熊战很欣赏萧炎的坦白，表示自己到时候一定会上门来求。紫妍见现在氛围正好，就抓着萧炎的衣袖，对着熊战说道：“大家伙，萧炎要过这单会，据说还需要一些任务品，反正你这里东西多，我们就先去看看，你留着也是浪费。”之后不管熊战什么反应，就拉着萧炎去了山顶。熊战只得急忙跟上。小姑奶奶发话，我能怎么办？只能惯着呗。萧炎脚步踏入广场的那一刻，就因为那一股浓郁的几乎要粘稠起来的药香之味打了个喷嚏，呆滞的目光一个个的扫过面前的那些摆放的极为整齐的药材，这里就是炼药师的天堂。深吸了一口气，萧炎看着紫妍苦笑道：“你们是将整座万药山脉的那些珍稀药材都搬到这里来了吧？”紫妍嘿嘿一笑，点了点头道：“这里的东西随便你挑，到时候全部带走都行，反正那家伙也要离开，留在这里反而是便宜了别人。”一只脚刚踏进广场的熊战心在滴血，硕大的手掌搓了搓脸后道：“你要需要的话便尽管挑吧，到时候出去给我留一点点便好。”萧炎自然是不好真的这么做的。紫妍一听萧炎推脱，一边说道：“哎呀，他都说了只要一点点嘛，没关系的，是吧？”一边偏头瞪着熊战。熊战一看那水灵大眼睛中隐隐的龙形紫芒，原本笔挺的身体都不由得悄悄变得佝偻了一些。祖龙威压之下，哪里敢不从？熊战连忙笑道：“是的，小姑奶奶说的对，萧炎小兄弟，尽管拿便是，你要是少拿了，那就是看不起我熊战，我可是要发飙的，老熊委屈。”萧炎张了张嘴，最终没再推脱，屈指在冲着他嘿嘿直笑的紫妍额头上轻弹了一下。萧炎明白，熊战会突然改口，肯定与这小妮子有关。萧炎到底是没有多拿，只取了此次的任务品，以及一种名为天马斐石金的特殊药材。有了它，萧炎便是能够将地心魂髓彻底调和，而到时候他的灵魂便是能够借此完成蜕变，真正的进入那所谓的灵境。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